过年那个时候大家才会拿出来卖。你怎么这么帅？谢谢。是习惯再买没关系。大家好，这期视频拍的那天是台风康尼登陆的前一天，是在 Threads 上认识的 Sonia， 然后她答应带我逛本地人会逛的台湾菜市场，想要简单分享给大家。快要开始盛，然后我好像只在手摇店里面喝过柳丁。萝卜也是算开始要盛产，高丽菜也是，但其实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高丽菜啊，只是其实像夏天的高丽菜就比较不好吃。然后那是不是现在这个季节的水莲不太好吃？水莲吗？要看水莲要看，因为水莲比较是第一是看店家有没有洗干净，因为没洗干净有时候就会有一个土味。然后还有可能它种植的方法，这次有一些吃到的水莲口感像沙葱，有些就是比较壁会再厚一点。这个是苋菜，我们也有是比较红的红苋菜，然后那个是大陆妹，然后但我们现在有把它改名叫福山莴苣啊，对，它在大陆叫莴苣，对，所以就是其实都一样。像我自己有时候会生吃，如果它看起来很新鲜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洗干净一点然后生吃。番茄最近好像也快要到产季了。然后只是番茄我们很常就是价格会变动很大，因为台风的关系。我们可以走那一条就是它是有点圆圆胖胖的，吃起来口感呢？其实我觉得差不了太多，只是它就是那个瓜囊比较多，对。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比较平均一点。然后像苦瓜的话，我们也是有绿的苦瓜。我们大陆好像吃绿苦瓜比较多，白苦瓜都是广东那边。大陆没有吃过白的苦瓜，然后他们广东那边会生吃，有苦瓜刺身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也会凉拌，也是算是生吃对。然后我当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以为生吃的苦瓜应该是比较清甜的口感，但是那天我在吃那个苦瓜凤梨鸡汤的时候，发现苦瓜原来是苦的。所以因为对我来说苦瓜都是苦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太吃苦瓜的。对，百香果啊，如果我要做甜点的话，我就一定会选皱的皮，然后像这种就是光亮的皮，就代表它还很新鲜。对，还没熟透。对，然后像这个的话就会算是漂亮，但是我还有看过就是盛产的时候会很大颗，然后它里面就是会很饱满的那一种。说到很大颗，我想到然后台湾的我觉得是会有一点就是嫩嫩的感觉，然后像我们有些人会喜欢沾酱油吃，然后就会有一种吃鲑鱼生鱼片的感觉。对，我们会把它打布丁牛。番茄的话，我们也是有另外一种黑式番茄，然后黑式番茄如果你去高雄或台南，应该都比较容易会看到，就是他们姜汁番茄，对，那种冰果室里面，然后他们就会跟姜糖一起。美国有黑式叫库玛托。我觉得可能就差不多，但是这个个头好大，我们那边是大概这么大一个。是啊，我觉得好像不知道可能是种植的或是品种的一点点差别。那个我也超喜欢吃那个叫什么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但我们都叫它卜瓜，对，卜瓜，对，然后我妈会拿来包水饺，很好吃。它是什么口感？它的边边会有一点脆脆的，然后但它整体还是软软的，对，就是看你脱水的状况。因为像我妈就是偷懒的人，所以她没有把它全脱水。如果是脱水的话，就把它加盐，然后杀水，然后再把水分挤干。对，然后就是会有一点脆脆的，然后吃起来会很水润的感觉，饺就很多汁，就跟丝瓜小笼包一个道理。对，差不多的。然后像最近这几年很流行奶油白菜。然后就是那个白菜，我好像有见过，就是其实好像我们有常吃，但是为什么要叫它？就是它好像它跟奶油没啥关系，没有什么对，只是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，对，看起来白白的，然后感觉加个奶油就好 fancy 的感觉，知道。然后像最近菠菜也快要开始了，然后我们菠菜的话就是你们是大菠菜，我们有2种，就是也有小菠菜。可是小菠菜通常是进口的，但就像这个的话，就算是长得比较短，因为像有一种是它的梗更长，然后好像是平地跟高山的差别。我也是很爱吃菠菜，这种菠菜吃起来也会涩口吗？会有一点，但是美国的是不是比较不会？因为会有些人会打成大家都生吃，我都生吃了以前，然后就会觉得嘴巴里面就是，我觉得那种没办法生吃，那种生吃可能会真的会但会觉得自己很健康。这家就是有超多东西的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，你看一下有什么新奇的，像那个龙须菜我很爱吃，对，我也超喜欢的。然后它其实是好像是佛手瓜
的叶子。然后还有什么啊？韭菜花，我其实韭菜花我好像好像我没有怎么吃过韭菜花，好像比较少见，而且因为它也比较贵，所以可能比较少看到。你吃不来韭菜吗？我不是很爱吃韭菜，猪血汤里面。那你有没有吃过韭黄？韭黄我就比较可以接受，因为它味道炒蛋好好吃。对，它的味道没有那么重。还有什么？你们笋的季节跟我们笋的季节不太一样。我们是夏天，我们是春天。春笋的时候最嫩，就是刚发芽的时候，然后拿来炖汤。哦，哎，是哦，我记得我们是夏天，但是我们其实好像一年四季都算有笋，就是我们也有冬笋。我们也有冬笋，因为台湾也热，所以没有说就是哪个季节长不出什么东西。但是就是夏天是最好吃的，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们家我阿嬷家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亲戚，他们好像住在山附近，然后他们每一年夏天都一定会寄一箱绿竹笋到家里，然后我阿嬷就会做成凉拌，就好好吃。哦，对，但是我们那边很少凉拌，反正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凉拌的，我们都是炖汤。哦，就是拿那个猪肉，然后火腿是那种金华火腿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有点类似于 pancetta。哦，我知道。然后跟那个笋一起炖一锅，然后里面会放百叶，叫腌都鲜。啊，我知道。然后有时候啊，我看到那个应该就是我说的那个小小圆墩墩的。我问他一下这个叫什么？老板，请问这是什么丝瓜？这个是小玉黑金刚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但其实我觉得吃起来都差不多，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澎湖丝瓜，可是台北很少看到澎湖丝瓜，就是它的长相跟那种丝瓜比较不一样，它是会有一点棱角的，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会一条一条，然后看起来好像没办法形容，就是你可以你说的棱角是有像杨桃那样有边？对，有点像杨桃那样子，只是它没有那么凸。哦。然后我们最近好像开始有产那种小西瓜，可是我不确定那个是进口还是台湾产，但是我有看到。我怎么没看到？这个这个小西瓜，然后它就是好像可以连皮吃。连皮吃？对。这个是台湾种的吗？对，台湾的宝岛小西瓜。它是可以直接连皮吃的吗？广告是这样介绍的，但还是切掉比较好吃。一般来讲，皮还是很少。感觉上好像。那它吃起来是什么样的风味啊？它有籽吗？籽不会很多啦，它是有籽的。那它吃起来跟一般西瓜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是红肉的，它吃起来口感是比较清甜。哦，比较清甜。像大红西瓜那么甜。哦，那口感它是脆还是刷？不会说很刷了。不会很刷。不会很刷，对。刷的话就是有些西瓜里面会沙。我知道。对，然后有些人最主要是它讨喜，就很可爱。懂了。对，很可爱，超可爱。刚刚就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的话，一次吃一个。有道理。就切一下，然后用汤匙慢慢挖这样。好，谢谢。现在是不是也不是莲雾的季节啊？莲雾的话，我记得好像也是准备才开始盛产而已，所以还不算很盛产。他们说芭乐已经快要过季了。哦，真的吗？他们应该有分一年应该有2个产季，然后这个应该算是尾巴的，但是可能再过一阵子就会有另外一个季开始。释迦好像是现在好像还不是最多的，我记得释迦应该是夏天比较多一点。你只要在这种传统市场如果没有看到很多，那代表不是。对，我们好像一路走过来都没有怎么看到。对，应该不算是。难道就前2天我在那个台北农会市场？他有一个释迦说再不吃要熟透了，然后半价卖给了我，那个超级软，就是带着百香那种。对，我很爱吃释迦。还有别的释迦，还有别的品种的释迦。还有一种凤梨。没有，不是我们的。还有一种是凤梨释迦，它的那个凸的没有那么多，它是稍微比较平滑一点。然后它，因为你那一般的释迦，它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心嘛，然后你把它剥开来之后，它就是一颗心，然后它就是很明显的一颗一颗的，一颗，然后跟那个外面的那个软软的。然后凤梨释迦的话，它是你可以直接把它的皮这样子切掉，然后它会是比较完整的一整块。然后它比较像是
很多白白的那个东西包着很多籽的感觉。哦，然后2种我都蛮爱的，因为我很爱吃柿。它们2个风味有什么区别吗？风味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觉得如果你那种一颗一颗的是放到比较软的话，我觉得它更甜一点。对，它有百香果、凤梨，然后奶味比较重，更丰富。对。然后凤梨世家的话，我吃过的是它会有一点点酸，可是不会很明显的酸。然后我觉得比较清甜一点。然后我是比较喜欢凤梨世家。以前比较喜欢，但是我觉得长大之后有时候口味会改变。是啊，对，现在柿子蛮多的，然后我们主要就是软的柿子跟这种叫什么富有柿，现在也是柿子算是蛮好吃的时候。我好像没有吃过富有柿，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被我妈喂各种各样的水果，但是我都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水果。对，柿子的话，像我就是会看，第一是先看它的皮亮不亮，就是其实你可以稍微摸它，感觉一下它的软硬程度，因为有一些你捏起来它会有一点点弹性的感觉，就是它可能会吃起来是有一点点软 QQ 的，对 QQ 软软的。然后如果你捏起来是完全没有的话，它有可能还是脆的。但是像这种富有是比较少脆的，我觉得就是它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 QQ 的口感。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真的确定的准则，但是我比较喜欢挑有一点这样子缝有个小屁，对，有一个屁股的。对，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差别，但是我都喜欢挑那种的，我觉得吃起来有比较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就是 QQ 一点的口感，就是选橘一点的。带一点青的话，就是它还脆实，对，它可能会比较脆一点。然后会看地头，就是还有带一点绿的会比较好。然后通常可以再更绿，然后更新鲜一点的感觉，就是比较带水分的感觉。然后如果很干枯的话，可能就是放比较久一点。像柿子的话，就蛮多是摩天岭，就是摩天岭算是比较不错的产地，应该也算在中部吧，中南部的比较高一点的山上。像这种的话，可能就会稍微偏甜一点点，就是因为它有一点黄黄的了。然后它这个可以一颗一颗买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用手掂一下那个重量，就是要有一点重重的，就它的汁会比较多。然后有一些是你摸起来它会有一点皮肉要分离的感觉，那种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这是什么？那个大叶子。那个大叶子。老板，请问这是什么？啊，槟榔叶哦。老叶看起来的确有红面，但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它们吃起来有什么对体上有什么差别。但是据说是白的鸭比较，就肉质比较细，然后比较软 Q 一点。菠菜就是那种梗比较长的，对。我好没吃过这种哎，好像也一般很少在就热炒店或者之类的看到他们有。热炒店会有，但是比较少，因为菠菜有时候就是很季节，因为菠菜没有一年四季都有，通常它都是要比较冷才会开始出来。然后夏天我很少看到菠菜，然后而且平地菠菜也不是很好吃。台湾有没有人吃椰子鸡？椰子鸡好像比较少哎。就海南那边，他们就是把会加那个吗？椰子水里面不是煮鸡嘛，但它那个蘸酱里面会用酱油加点那个小米辣，然后再加点这个小青柠汁、金桔汁，感觉很不错哎。我们有时候酱汁也会加，但我觉得加荆棘好像比较算是日本人的做法嘛。但是好像我感觉日本本土人没有人在这么做。但是那天我去基隆吃生鱼片，他就给我每个鱼身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不晓得。但是我很常在日式料理，就是他们都会放。感觉做炙烧类的话，放金桔还不错。那是茭白笋吗？对，像算季节，我吃了好几顿，因为以前我像是。我们家都是吃茭白，我们只说茭白，但是我们没有说茭白笋。我们会把这边再剥掉，所以原则上这边都没有用的。然后就这边都会切片啊，或者切丝，或是像我们烤肉的时候会整个拿去烤，就是带壳的整个拿去烤，然后最后再把壳剥掉，然后就会很清甜、很嫩在里面。因为美国都不让种这个，好像有对，就反正就是有一些问题，就像大闸蟹一样。它在美国都吃不到。对，其实这边很多蔬菜美国都吃不到啊，比如说水莲就没有。哦，真的哦。然后龙须菜也没有，过猫很少见。可是其实连我们过猫都不太多。可是我以前住在花莲的时候，每天都买得到过猫，可能是因为那个是算山菜吧，然后比较好，应该算野菜吧。对，所以比较好找到。可是像美国应该就蛮多那种类似大头菜吗？乌金。对，
就是其实这个怎么说？这个蔬菜在大陆大多数被做成腌菜。哦，对，我们也是。菜头是什么？菜头是白萝卜。哦。啊，所以说你们的那个，就是那个车轮饼里面菜头就是指萝卜丝吗？对，萝卜丝，对，是萝卜丝，不是，因为他说头，我老觉得他切成丁。哦，不是，它应该车轮饼里面的原则上都是萝卜丝，或者是有些会是菜包，就是菜包啊，我知道，它有一些可能会是小小的一粒一粒的那种，对，他们很常会有这种试吃。喜欢再买，不喜欢勉强你买，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那我就吃了。那你可以吃，你们两个吃。这啥？但是它种的那个地方有点厚，对，然后有点酸。我还好，谢谢。是喜欢再买没关系。我没怎么见过那种很灰的姜，那是没洗干净还是？它其实就是土没洗，它其实就是老姜。老姜。对，我以前在大陆很少吃到姜味，就是这么老的姜。哎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像姜我们都是用超老姜。对，就是要么就是我们是紫姜，像是那种川渝地区比较多炒菜，或者就是处于老姜和。现在那个百香果有一些品质好的话，它就是会很饱满。就你切开它都不会有那种空洞，然后它拿起来重的话，就是代表它里面汁很饱满。哇，那个莲雾好可爱，粉粉的，是通常大家好像会买深色一点，可是那好像也是看品种，因为他们有些就是混种啊什么的。如果是跟黑金刚什么有混到，或是它的品种比较不一样的话，它就是皮色会比较深，就不一定粉粉的就不好吃，或者是深色的就好吃。就是我有吃过我妈买过皮很深色，但是就吃起来很普通。莲雾的话，我通常就是会习惯挑个头大一点点，然后皮色深一点的，就会比较甜。然后可是像我妈会买一种颜色很淡，但是它在盛产的时候就很好吃。就是我妈通常都只买很盛产的水果，然后都会很便宜，可能1斤29块之类的。这么便宜？对，就是你只要看什么东西1斤29块，代表它现在应该算是蛮盛产的。百香果就是它本身算是比较贵的水果，然后因为它现在也还没有超盛产，但它超盛产的时候也会有1斤29。然后像比如说荔枝啊，它超盛产的时候也会1斤29。现在鸡蛋丁是什么？它就是柳丁，就是台湾的柳丁，它是一种品种的名字。因为冬天水果的品相很少，就是都比较没有什么不同。如果你是夏天来，就会很精彩，就会信息量又过大，因为像。我们那个芒果啊，就有可能很多你同时能看到的，应该可能就至少有5种以上。对，然后就很有趣，就是它真的会风味很不一样。就如果你有机会夏天来的话，就可以来一个芒果之旅。好，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做戚风蛋糕，然后里面是夹不一样品种的芒果，然后就大家会买，就是我会把它做成小盒子，然后就是可以一次买什么3种不同产地的芒果的蛋糕盒。好厉害，感觉很有意思。对，就很有趣，因为大家也会想要吃吃看不同芒果是什么味。对，然后客人给我的回馈都是，就真的吃出来有不一样，因为它口感跟味道其实，如果你不在一起比对的吃，它其实你不见得有很强烈的感觉。可是你一放在一起吃，你就会很明显这个有什么什么的味道。我最喜欢有一个是叫乌香芒果或黑香芒果，然后它是绿色的皮，它不会变红也不会变黄，它的肉是很深的黄色，会有一点点龙眼的味道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很少像你这个人是叫这个叫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做成一叶干的那一种。对，可是它是最好吃的，英澳李青鱼是最好吃的。那李青是什么？白鲳鲢鱼啊，鲢鲢鱼。鲢鱼。鲢鱼鲢鱼是嘎啦，细嘎啦。嘎啦是红色的。对，就是嘎啦是红色，然后很大只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做直播的？我做不然你怎么会认识这些？没有，我是爱吃的。就是因为我也比较少买鱼，然后这个很贵吗？但是像那个恰章学名是什么？赤中吗？它是10春季排名第10。春哪一个春？就舌头生舌头的鱼，春就是生，然后季是舌头的台语。对，然后说它是第10名好吃的鱼，因为它这个鱼的肉质跟野生黄鱼一样，所以说有一个外国的有一个外面的名称叫做
假黄鱼。假黄鱼，假黄鱼对，因为它肉质跟黄鱼差不多，但是价格就差很多，所以叫它假黄鱼。现在很少黄鱼了，对不对？很少，很少真的黄鱼，很少。像我小时候就蛮常吃到黄鱼，可是长大就很是真黄鱼养的。哦，但很少野生的了。生的很少，生的像这么大一条就要很贵。然后它那是午鱼，就是中午的那个午鱼，然后它很常做成叶干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石鲈，石头的鲈鱼的鲈吗？石鲈它是野生的。它有一种是金龙，不一样，长相差不多，但是颜色有它不一样。有一种金龙，它是带有黄点，这是纯白，你看这颜色亮晶晶。那这个呢？银鲳也是鲳鱼的一种，但是它的名字叫银鲳。那它吃起来有不一样吗？它肉质就差不多，但是那个味道不大一样。这感觉就得吃才知道。这个比冷冻的鲳鱼好吃。但是现捞的鲳鱼比这个好吃多了。鲳鱼好像现在比较少看到。白鲳，要过年才会有。现在是有抓到，但是过年那个时候大家才会拿出来卖。因为现在拿出来卖的价格不好，因为过年大家都拜拜要用鲳鱼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会一尾超贵。这一尾差不多要800、700。你说这么大的鲳鱼，对，像我妈妈超爱吃那个，就它的肉质很细，但是缺点就是刺超多，然后它大多是干煎，它的刺比较硬。对，但是所以一般去餐厅的话，要吃这种鱼都是它菜单上会写什么名字？应该是赤鬃，就是赤坎龙那个红色的那个赤，然后鬃应该是那个鬃毛的鬃吧，但是它是鱼字旁的鬃，感觉好像很少见，应该比较少。这个应该餐厅因为它很便宜，所以餐厅应该很少卖不出。但是午鱼比较长，它是像你记录一下你怎么这么帅？他超帅的哈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超帅的。你们两个你也帅啊，你也帅。我老了，资深帅哥。我可以。好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常来玩哦。好，谢谢。什么鱼？黄鱼。是黄鱼。那隔壁的这个？红木莲，这个是虱目鱼，对，是虱目。我昨天吃虱目鱼头，发现虱目鱼的鱼头非常特别，它就是头上有一层胶质，像护目镜一样，但是其他鱼不太有，而且虱目鱼的那个眼睛边上那一圈的那个鲜甜感特别美好，就是一缩。我很少吃虱目鱼头，下次有机会去台南可以试一下。虱目鱼好像就是主打它的胶质含量其实很高，就是它的皮其实也是蛮有胶质。对，它好像又叫什么牛奶鱼。对，然后它就是胶质浓厚。这个就是那个另一个品种的百香果，真的颜色好浅，好可爱。然后还有另一种，它是会有一些星点在上面的，就也是另外一种新的品种。然后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果，我忘记它的名字，突然忘了。但是它里面是有点透透的，然后也是有点 QQ 的果肉。我好像在墨西哥有吃过，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它。它吃起来味道是什么样？很久以前吃过，一定有人忘记它的味道。好，那看来你没有很爱它。我觉得应该没有爱，因为就是很久以前吃过，然后我不会再买，应该就是还好。我上次吃的有一个可能跟它是同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介于荔枝和龙眼之间，它没有荔枝那么多汁，但是又有一点龙眼那种糯糯的感觉，是吗？对，类似那样，很酷。但是看上去我吃的那个跟这个不太一样，长相不太一样。我不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水果都会把它就是改良啊，或是嫁接什么，不是机改，但就是会把它弄得可能长得有点不一样，或是可能长得特大之类的。